大家好，各位关心吞咽的朋友们，我是许仁豪，我是语言治疗师。我的工作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在帮助吞咽有困难的朋友们找到问题，提供解决方法。如果有人跟你说他吞东西的时候不好吞，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？大部分人可能会给吃粥啦、吃布丁啦，或是吃泥餐啦这样子的建议，因为这些东西比较软，感觉好像比较好吞。但是这样子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？吞东西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食物进到嘴巴里面之后咀嚼，然后食物往后送，然后再往后吞到咽部，然后再进到食道，然后再进到胃。在这整个过程中其实分了3段，口腔期、咽部期跟食道期，然后最后进到胃。那些软软的食物或是打成泥餐的食物，它主要要处理的问题是第一部分口腔期的问题，因为有些人的口牙不好，它咀嚼功能比较不好，所以食物呢，如果是比较软的或是泥餐，它的确在口腔期可以比较方便。但是当它往后吞之后，如果它的问题是它的咽部肌肉的收缩力量不够，没有办法把食物好好的往下推，就算是软食或是泥状餐，它也没有办法吞得很干净。再往下走到食道的部分，如果它食道这个推送跟蠕动的状况不好，其实软食跟泥状餐它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，可能就卡在这个地方。甚至对于某些失智长者来说，因为他的认知的方面受到了影响，所以那些软的食物打成泥状的食物，长者不认得了，所以塞到他的嘴巴里之后，他就含住不吞，因为他不觉得那个东西是食物，结果造成后来更严重的呛咳。那更麻烦的是，刚刚提到这些失智长者，有时候他有其他的共病，他可能不只是认知方面的问题，他的口腔期有问题，咽部期问题，食道期有问题，单纯的用软的食物或是泥状的餐，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复杂的吞咽问题。各位在这边可能会意识到，其实吞咽没有那么简单，不只是口腔的问题或是咀嚼的问题而已，它可能跟认知，它可能跟咽部，它可能跟食道，甚至跟更多的地方是有关联的。你或许会认为吃那些软食或是泥状餐，在嘴巴里很好咬，就一定会很好吞吗？其实并不一定的。吞咽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，不只是在口腔的咀嚼而已。除了口腔期，还有后面的咽部期，还有食道期才进到胃里。在这整个过程中，其实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，我们不知道在吞的过程中发生什么事情。即便那些软的或是泥状的食物，在口腔这个地方比较好咀嚼，比较好处理，但往后如果有问题，我们用肉眼仍然是看不到的。但是现在语言治疗师已经能够借由仪器的吞咽检查，像是吞咽摄影检查或是吞咽内视镜检查，帮助我们看到在这整个吞咽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，很可能在口腔期，很可能在咽部期或食道期，这些都是需要做鉴别诊断才能够知道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的。所以现在如果有长辈跟你说他吞东西不好吞，你要做的不是给他吃粥，不是给他吃布丁，不是给他吃泥餐，你要做的是帮他找到语言治疗师，安排一个完整的吞咽评估，找到真正的吞咽问题。我是许仁豪，我是语言治疗师，让我们吞得安全，吃得有尊严。